你敢相信嗎？地球內部可能藏着大量的外星殘骸。聽到這兒是不是瞬間精神了？可能有人會問，地球內部不就是地壳、地幔、地核那一套嗎？怎麼還跟外星殘骸扯上關係了？不着急，今天我們就來揭開這個深埋地下45億年的驚天秘密。首先問大家一個問題，你有沒有想過，人類是怎麼知道地球內部結構的？難不成是鑽了個洞直接看的？說實話，鑽洞探秘確實是最直接的想法，但以我們目前的科技水平，根本做不到。大家都知道，地球的半徑大約有6371公里，而迄今為止，人類在地球上鑽的最深的洞是蘇聯當年的科拉超深鑽孔，深度也就12公里多一點。大家可以算一算，12公里對比6371公里，連地球半徑的2/1000都不到，相當於只挠了挠地球的表皮。想靠這個摸清地球內部的情況，簡直是天方夜譚。那既然鑽洞行不通，科學家們是怎麼看見地球內部的呢？這裡就要給大家介紹一個關鍵技術——地震波探測。簡單來講，當地震發生時，會產生一種叫地震波的能量波，這種波會在地球內部傳播，而不同的物質環境，比如密度、溫度、狀態不一樣，都會讓地震波的傳播速度、方向、路徑甚至振動模式發生變化。科學家們通過全球分布的地震監測站，收集大量的地震波數据，再結合相關的地質理論進行分析，就能像做 CT 一樣，推測出地球內部的結構和性質。我們現在熟知的地殼、地幔、地核的分層結構，其實都是靠地震波探測技術才搞清楚的。而且隨着科技的進步，地震波探測的精度越來越高，地球內部那些藏了幾十億年的秘密也在慢慢被我們揭開。在這些被揭開的秘密裡，有一個發現特別讓人震驚。早在20世紀80年代，科學家們通過地震波數據就發現，在地核和地幔之間的邊界上方存在着2片巨大的特殊區域。這2片區域的特殊之處在於，當地震波裡的橫波穿過它們的時候，傳播速度會出現明顯的降低。後來，這2片區域被正式命名為大型低剪切波速群，簡稱 LLVPS。這2個區域就像一副宇宙耳機，一個掛在非洲大陸的正下方，另一個懸在太平洋的底下。剛開始的時候，科學家們只知道它們存在，對它們的具體情況了解的並不多。直到地震层析成像技術出現並不斷發展，這2個區域的真面目才逐漸清晰起來。根據最新的探測數據顯示，這2個大型低剪切波速群的規模大得超乎想象，它們最厚的地方能達到1000公里，總體積大約有14.2萬億立方米，質量更是相當於6個月球那麼重。更關鍵的是，探測結果還表明，這2個區域有着非常尖銳的邊界。這意味着什麼呢？在地球內部的高溫高壓環境下，物質通常會呈現出漸變的狀態。尖銳的邊界說明構成這2個區域的物質密度和化學成分都和周圍的地幔物質有明顯區別，是2種完全不同的東西。說到這兒，大家是不是已經猜到了？我們今天說的地球內部可能存在的外星殘骸，其實指的就是這2個大型低剪切波速群。可能有朋友會質疑了，憑什麼說這2個區域就是外星殘骸啊？會不會是地球形成時自己產生的特殊結構呢？科學家們一開始也有過類似的猜測，比如有研究認為這些結構可能是堆積的洋壳，在漫長的地質年代裡俯衝並被困在地幔中。還有人提出，它們是地球早期岩漿洋階段遺留下來的化學殘留物。但隨着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證據指向了一個更不可思議的答案，它們可能來自45億年前撞擊地球的一顆外星行星。說到這裡，就必須提到月球起源的大碰撞假說了。關於月球的起源，科學家們曾經提出過很多種假說，比如捕獲說、同源說等等，但目前最被廣泛認可的就是大碰撞假說。這個假說認為，在大約45億年前，也就是地球剛剛形成不久的時候，太陽系裡還很混亂，一顆大小和火星差不多的行星以極高的速度撞上了原始地球。
這顆肇事行星被科學家們命名為推伊亞，取自希臘神話中月亮女神塞勒涅的母親之名。這是一場足以改變太陽系格局的宇宙碰撞，推伊亞被撞得粉身碎骨，原始地球也被撞得幾乎散架，大量的物質被瞬間拋灑到太空中。不過幸運的是，地球憑借自身強大的引力結合能，沒有被徹底撞得分崩離析。在碰撞之後，推伊亞的一部分殘骸逐漸融入了幾乎散架的地球，而地球也在引力的作用下，慢慢重新凝聚成一個球體。與此同時，那些被拋灑到太空中的物質，一部分被地球的引力拉了回來，重新成為地球的一部分，但還有一部分被拋得足夠遠，它們在地球的軌道周圍不斷旋轉，互相吸引，最終聚集形成了一顆新的星球，也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月球。這個假說雖然聽起來很科幻，但有很多科學證據支撐。比如阿波羅號宇航員帶回來的月球岩石樣本分析顯示，月球岩石的氧同位素組成和地球外层岩石幾乎完全一致，這說明它們有着共同的起源。而讓科學家們將大型低剪切波速群和推伊亚聯繫起來的，是一項發表在《自然》雜誌上的最新研究。研究人員利用超級計算機對45億年前的那場大碰撞進行了數百次不同角度、不同速度的模擬。模擬結果顯示，在撞擊過程中，推伊亞的大部分地幔物質確實和地球的地幔結合在了一起，但它核心部分的一些更加致密的物質並沒有完全融入地球，而是在重力的作用下不斷下沉，最終大量聚集在地核和地幔之間的邊界上方，慢慢結晶，形成了規模巨大的異质結構，也就是我們發現的那兩個大型低剪切波速群。更關鍵的是，這項研究還解決了一個之前的疑問：推伊亞殘骸的密度是否能讓它們在地幔中留存幾十億年？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研究人員解釋說，地球的地幔在高溫高壓環境下，就像被放在熱爐子上的花生醬，是一種高壓岩漿狀態。如果推伊亞殘餘物質的密度太高，就無法堆積成現在這樣的鋸齒狀結構；如果密度太低，又會和不斷翻騰的地幔混合在一起，無法長期留存。而研究人員通過計算發現，推伊亞的密度比地球大 2% 到 3.5%， 正好是能在地幔中長期留存的最佳密度。這個密度數據還和對月球岩石中氫和氘比例的分析結果相吻合，因為要捕獲和留住月球樣本中發現的大量氫，推伊亞必須是巨大且非常乾燥的，這也間接證明了推伊亞的密度特徵。可能有朋友會問，除了模擬數據，還有其他證據支持這個觀點嗎？當然有。清華大學領導的國際團隊在2025年發表的一項研究中提出，地球和推伊亞等類地行星在太陽系誕生初期可能處於軌道共振狀態，也就是它們的運行周期呈整數比。但後來木星等氣態巨行星的引力干擾打破了這種穩定性，最終觸發了地球與推伊亞的碰撞。這項研究的模擬結果顯示，碰撞後的行星軌道與目前太陽系的結構高度一致，月球形成的時間也與同位素測量結果相符。這為大碰撞假說提供了新的動力學證據。不過在這裡必須說明一下，雖然這些證據都指向大型低剪切波速群是推伊亞殘骸的結論，但目前這個觀點還只是一個科學假說，不能當成定論。因為所有的結論都是基於超級計算機的模擬和間接的觀測數據得出的，還沒有直接的實物證據來證實。而且科學界也存在其他不同的聲音，比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地震學家芭芭拉·羅曼諾維奇就指出，這兩個區域的樁狀結構可能是一種錯覺，因為相關模型依賴於低頻地震波，往往會使微小差異變得模糊。還有研究認為，這些區域的特殊成分可能來自地核，是硅、鎂等元素從地核泄漏到地幔後形成的。更有意思的是，如果推伊亞的殘骸真的深埋在地球內部，那它們可能並不孤單。杜倫大學的地震學家詹妮弗·詹金斯就表示，通過地震波探測，科學家们還在深地幔中發現了一些小而密度極高的物質點。這些物質點可能是其他撞擊地球的微型行星的殘留物。也就是說，地球內部可能是一個行星墓地，推伊亞只是其中最大的一個住戶。這個猜測是不是更讓人覺得不可思議了？
看到這裡，大家可能會好奇，搞清楚地球內部有沒有外星殘骸有什麼實際意義呢？其實意義非常重大。這些神秘結構不是隨機的異常現象，而是地球早期歷史的指紋。如果我們能確定它們的起源，就能更清楚地了解地球是如何形成的，以及為什麼地球能成為太陽系中唯一適合生命生存的行星。比如，推伊亚的撞擊不僅形成了月球，還可能改变了地球的自轉速度，為地球帶來了合適的磁場生成條件。這些都是生命誕生和演化的重要前提。而且，未來的探測任務也可能為我們帶來更多線索。美國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阿爾忒彌斯任務計劃從月球表面採集更多的岩石和塵埃樣本，對這些樣本進行詳細分析。不僅能進一步揭示月球的組成及演化歷程，也可能為推伊亞的存在提供更直接的證據。另外，隨着地震探測技術的不斷進步，科學家們或許能更清晰地看到這兩個大型低剪切波素群的內部結構，從而判斷它們的具體成分。總結一下，雖然我們現在還不能100%確定地球內部的兩個大型低剪切波素群就是45億年前推伊亞的殘骸，但越來越多的科學證據都在朝着這個方向靠攏。這場發生在宇宙洪荒時期的碰撞，不僅塑造了今天的地月系統，可能還在地球內部留下了永恆的宇宙印記。想想看，我們腳下的地球竟然可能藏着一顆外星行星的殘骸，這是不是讓你對我們生存的這個星球有了全新的認識？朋友們，最近我發現了一個非常好用的 APP， 就是一款叫 Himalaya 有聲書 APP， 非常好用，特別適合喜歡聽書的朋友們。它的華語內容十分豐富，天文地理、歷史名著什麼都有，而且都是正版授權。無論在通勤、走路、運動的時候，還是睡覺前，都可以聽一聽，特別 OK。為了感謝朋友們對我頻道的支持，特別向 Himalaya 官方申請了14天 VIP 免費試用，一般用戶只有7天。現在立刻馬上，你只要點擊下方資訊欄的專屬鏈接，就能領取使用名額。你先用14天，如果覺得不合適，卸掉就是不會扣費。如果你覺得還不錯，你就充值繼續用。